夏天闷热没有胃口吃饭的，那么一定要安排上这一道菜。这道菜酸酸甜甜的，特别的开胃又解腻，一个蛋就可以下一碗饭，吃起来外焦里嫩，特别的好吃又下饭，而且做法简单还方便，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在家里轻松操作。最关键的是做出来小孩子特别的喜欢吃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我们要准备适量的新鲜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一个一个的给它分别的打进小碗里面备用。今天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打第二个鸡蛋的时候，里面居然没有蛋黄，它就没有蛋黄了，还是第一次的遇到这种情况，有点突然的蒙圈了。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呢？我们先把鸡蛋给它分别的打进小碗里面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些许的小料，准备几颗大蒜，先把大蒜的根部切下来去掉不要，然后再将它改刀切成蒜片。蒜片切好后，再将它改刀切成蒜末。紧接着再准备小葱一把，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改刀切成小葱花。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先将它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先提前的准备个糖醋汁，小碗中添加适量的番茄酱，然后再往里面添加3勺清水，还有1勺半的白醋，接着再根据喜欢的甜度添加1小勺的白糖，最后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生抽，然后再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给它持续的搅拌1分钟，让里面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我们将糖醋汁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烹饪，热锅凉油之后，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油，然后再轻轻的晃动一下铁锅，让油走遍整个锅底。接下来我们再将鸡蛋给它倒进锅里面，用小火给它慢慢的煎制一下，全程开最小的火，将它慢慢的煎制。先把鸡蛋的底部煎至定型，大概小火慢煎1分钟，接着再用锅铲给它轻轻的铲一下，防止粘在锅底。等到底部开始定型以后，接着我们就可以轻轻的转动一下铁锅，让鸡蛋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把鸡蛋的底部小火慢煎至金黄色之后，接着给它翻个面，给它继续的煎至另一面。还是同样的方法，等到底部定型以后，再轻轻的转动下铁锅，让它受热均匀。我们给它不停的小火慢煎，将鸡蛋给它煎至两面金黄、外焦里嫩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这个荷包蛋就煎好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。如果没有看清楚的朋友，我们再来示范一遍。我们热锅凉油以后，接着再往锅里面添加少许的油，然后再把鸡蛋打进锅里面，开最小的火给它煎制一下。如果不想让煎出来的荷包蛋起泡泡的话，可以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戳破一下。小火慢煎大概1分钟，再用锅铲给它轻轻的铲一下，防止粘在锅底。这个时候的鸡蛋底部已经是定型了，然后再轻轻的转动一下铁锅，让鸡蛋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等到小火慢煎把鸡蛋底部煎至金黄色以后，接着再用锅铲将它翻个面，翻面以后还是同样的方法，给它不停的小火慢煎，直到将荷包蛋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焦香以后就可以了。这样煎出来的荷包蛋就特别香了。然后先给它装在盘里面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重新起锅，添加少许的油进来，油热以后再把切好的蒜末给它放进锅里面，开小火给它翻炒一下，先把蒜末炒香，给它慢慢的煸炒出香味。
把蒜末炒香以后，再将调制好的糖醋汁倒进锅里面。这个时候要先把糖醋汁给它烧开，大概给它煮2分钟左右，让里面的所有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在经过大概2分钟的熬煮以后，这样的糖醋汁它的味道就会更加好吃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水淀粉进行勾芡，勾一个薄芡就可以了。水淀粉下锅以后，迅速的用锅铲将它推开推散，让水淀粉充分的化开。随着不停的轻轻的搅动，糖醋汁会慢慢的浓稠起来。最后糖醋汁大概视频中这样子的浓稠度就可以了，不用太稀或者太过于浓稠。这个时候再把煎好的荷包蛋倒进锅里面，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让荷包蛋可以均匀的裹上糖醋汁。要想荷包蛋做出来更加的入味好吃，这个时候需要调为最小的火，给它咕嘟一小会，大概给它小火煨煮2到3分钟，让荷包蛋可以充分的吸收糖醋的味道。经过这样子的处理过后，那么这个糖醋荷包蛋吃起来就会更加的好吃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您。我们将荷包蛋给它持续的开小火煨煮2到3分钟，让糖醋汁可以均匀的渗透到荷包蛋里面。小火煨煮2、3分钟以后，我们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小葱花，再添加少许的尾油，再给它轻轻的搅拌一下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最后再给它小火煮大概2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整个厨房都飘满了糖醋荷包蛋的味道，这荷包蛋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。最后将它关火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就这样，一道既简单又好吃的糖醋荷包蛋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出来的荷包蛋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入口外焦里嫩，而且里面吸满了糖醋汁，吃起来特别的入味好吃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吃。它不仅酸甜开胃，又特别的解腻又解馋。这样做出来比饭店做的还要更加好吃。如果您平常也爱吃糖醋荷包蛋的话，那么这个做法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